纯贵妃为尊，您为先。这幅是皇后娘娘赠予纯贵妃的。这玛瑙明珠耳坠真是华贵，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这一幅是皇后娘娘赏嘉贵妃的。这是红玉髓的耳坠。怎么，嘉贵妃不愿意领受皇后娘娘的心意吗？皇后娘娘赏赐的耳坠，臣妾即刻便戴上，以表敬重。多谢皇后娘娘，臣妾回去自会带上。嘉贵妃若是真有心，此刻带上便是了。您可别忘了，您这贵妃之位还是皇后娘娘给您赋的呢。孝贤皇后在世时最忌奢侈，如此华贵的耳坠，臣妾实不敢收。红玉髓不如玛瑙珍贵，那是因为纯贵妃资历深厚，儿女双全，地位该在嘉贵妃之上。这也是本宫的不是，以为在宫中尽人皆知，所以没有一早告诉嘉贵妃红玉髓和玛瑙的区别，也叫嘉贵妃觉得红玉髓是华贵之物，并可用来一步登天。我满蒙汉女子哪里会分不清玛瑙和红玉髓呀？就连妹妹出身寒微，也知道这个。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不需要你来提点。皇后娘娘的用意，臣妾明白了。你明白吗？你明白什么是对错，什么是是非，什么是安分守己吗？本宫赐你这对红玉髓耳坠，就是要时刻提醒你，不要生事惹祸，辜负了本宫的深意。这耳坠穿孔的针深，比寻常的粗了2倍不止。臣妾的耳洞太细，穿不过去。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嘉贵妃，穿不穿得进是奴婢的本事，肯不肯让奴婢穿，便是嘉贵妃自己的心意。贵妃复位来之不易，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。仔细你的爪子，小心伤了本宫。嘉贵妃，您得忍着点儿，为了记住教训，总得吃些苦头。疼死本宫了！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？手爪子？嘉贵妃当初把索溪送到慎刑司，自己是没做什么，可慎刑司那些奴才，不就是嘉贵妃您的手爪子吗？您的手爪子随不随您的心，奴婢不知道。可是现在奴婢的手爪子不听奴婢使唤了，非要钻您的耳朵，您说怎么办？皇后，你就看着你的奴才欺凌臣妾吗？嘉贵妃，您身为妃嫔，皇后娘娘身为中宫，只能教导，不能责罚，何来欺凌呢？皇后，索性的腿坏了，
是慎刑司的人下手太重，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。如今连皇上都不计较了，您还要怪臣妾吗？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，这是赏赐，不是惩罚。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来报自己的私仇，嘉贵妃可别会错了意。臣妾不服。本宫是皇后，坐在了你最想坐的凤位上，所以对你赏也是罚，罚也是赏。就像皇上对御史逼死发妻的那位王爷是一样的。就算是王爷做错了，皇上也责罚过了，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。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，作为嫔妃，说话不用敬语，还穿着正红冲撞中宫。嘉贵妃，你再尊贵，再远道而来，你也跟咱们是一样的，都是妾罢了。臣妾也曾听说，这御氏一族遵守儒法，妾室就永远都是正室的奴婢，妾室的孩子也就是正室孩子的奴婢。怎么嘉贵妃离开了母族，就尊卑不分了呢？本宫只想提醒你，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，还有你的2位皇子。你仔仔细细的想明白了。嘉贵妃，您别再挣扎乱动了，否则就是您自己不小心伤的耳朵。再说了，您规规矩矩一些，奴婢很快就给您带上了，您也少受些罪。大伙儿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本宫也觉得好看，不过疼吗？皇后娘娘明知故问，疼就好，疼才记得教训。碧溪，你可要回去好好的照顾嘉贵妃啊，别像真淑一样，一个不小心便被打发了出去。真淑有御氏母族可回，你可没有。是。嘉贵妃，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，要留，别留在奴婢面前。在奴婢心里，您的眼泪和屋檐上滴下的脏水没分别。但您若要把您的泪珠子甩到皇上跟前去，那奴婢也得当着各位主的面回清楚了。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，是奴婢给您带上的。若是伤着碰着，您尽管冲着奴婢来，奴婢没二话。但您若要把脏水往皇后娘娘身上泼，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。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，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您自己做过的那些亏心事，这也是该受着的。臣妾等眼见耳闻，绝非皇后娘娘之责。容佩，去把本宫赏给各宫的礼都拿上来吧。是。
主儿忍一忍，奴婢替您摘了它吧。别摘了。主儿，您今日受委屈，旁人都看笑话呢。奴婢替您摘了它吧。张王败寇，他羞辱我也便罢了，他竟然平白无故的提起王爷，王爷也是他被提的，不成，我要带着这个去见皇上，我绝不允许他在皇上面前对王爷说三道四。主，今日皇后娘娘只是训导你，动手的是容佩，皇上要怪也是怪不到皇后娘娘头上的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主，娘娘，您实在不必为了奴婢当面惩罚嘉贵妃的。那时候你从慎刑司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，本宫就说过不会让你白白的受了这个苦。只是再怎么惩罚嘉贵妃，也换不回你那条腿。奴婢一切都好，真的，娘娘不必为奴婢担心。娘娘一路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，奴婢只希望娘娘能够平安顺遂，不要因为奴婢而产生什么差池才好。姐姐一步一步从妃妾的位子艰难上来，也是需要宽严并济，制衡于下的。今日，姐姐安抚了纯贵妃，弹压了嘉贵妃，让众人知道什么是赏罚，做的也是极对的。再者，如今姐姐贵为皇后，是中宫，对着嫔妃，只要有理有据，再怎么教导也不为过。就算嘉贵妃告到了皇上跟前，皇上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所以索性，你不必过于担心。宽严并济，本宫心里有数的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如意啊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巧？正想去瞧你呢。来，坐。那臣妾和皇上是心有灵犀了。那可不，皇后娘娘来的正是时候。皇上听嘉贵妃聒噪了半天，怕也是累了。臣妾正好熬了百合羹，皇上尝尝。哦，百合好啊，百合寓意呢百年好合的意思，是个好意头。你也尝尝。好喝吗？味道不错。如意啊，方才嘉贵妃来养心殿见朕，哭哭啼啼的，说你弄伤了她的耳垂。皇上既然知道了，臣妾就不必多言了。嘉贵妃一直对你不逊，如今你初登后位，如果不加以弹压的话，只怕她往后难以压制啊。皇上，臣妾不只是要提点嘉贵妃，而是要压制后宫里仰仗母族的风气。皇上因为遇事对嘉贵妃一直格外开恩，他不仅不感念皇恩，还觉得可以仰仗母族，在后宫里任意妄为。这个嘉贵妃对御史的心思，简直比对朕还重。之前也是因为她为御史王爷大悲大痛，纠缠求情，才致9阿哥难产夭折。如今她又出言不逊，朕已经罚她到奉先殿，对着列祖列宗思过了。皇上明断。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如意，来。过些日子就是朕的万寿节了，朕想着给你准备一份礼物。皇上的万寿节该是臣妾送贺礼给皇上，
皇上怎么到我来了？如意啊，你在冷宫待了那么多年，苦不堪言。而冷宫里呢，那些多半是先帝留下来的遗妃。朕已经下旨了，将他们挪去热河行宫好生养老，让他们不再过这样的苦日子了。皇上的意思是？朕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没有冷宫，宫中的夫妻一心，绝对没有情绝相弃之事。皇上情深义重，六宫同沐恩泽。如意啊，这不只是为了六宫，更是为了你。你如今已是皇后了，朕会追封你的阿玛纳尔部，为一等承恩宫。你的额娘呢，就为承恩宫夫人。过些时日，朕会安排你额娘进宫探望你，你们母女俩好好聚聚。臣妾谢皇上为臣妾想得周全。如意啊，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，咱们终于可以一同入画了。朕已经叫郎世宁准备了，咱们可以同在画中，相依到老。过些时日呢，朕想带你去五台山烧香，想去夜祖祭灵，想去告慰列祖列宗，告慰天地。咱们还有好多地方要一块儿去呢。皇上，兰托千岭福佳气，日上群峰吐紫烟。如意啊，走在这苍茫天地间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伴随天外云卷云舒，好不快意啊！皇上，您就带臣妾一个人出来，不大合规矩啊。朕想单独和你待一会儿。不算是偏宠吗？朕是这世间的皇帝，你是朕名正言顺的皇后，朕带你出来，看看美好的景色，有何不可？来，答应朕，要陪朕一直这么走下去。主儿，自您被皇后娘娘穿耳受辱，皇上不仅不为您做主，还日日让您来这奉仙殿罚跪，为9-2个早上思过。这次夜祖祭灵，巡幸松落，皇上也不带着您。皇上与皇后新婚燕尔，旁人去了也不过是陪衬，本宫去受那份辛苦做什么？这奉仙殿挺好，本宫看着这列祖列宗的画像，挺有指望。主儿，您说什么呢？这挂着的画像，都是大清历代的皇帝。本宫盼着有一天，我的儿子也能像他们一样，成为大清继位的皇帝。承恩宫夫人，皇上特意嘱咐，您年岁渐大，以后都坐轿入宫。谢皇上厚爱。快到翊坤宫了，皇后娘娘怕是等急了。